你今天必须一分不少的交出来。我靠在椅背上，静静地看着他，又环视了一圈堵在村委会办公室门口，一双双眼睛发红，死死盯着我的村民。我竟然重生了！上一世也是在这个逼仄闷热的办公室里，为了帮这群我亲手代付的村民保住这笔应对质检风险和生鲜售后损耗的底线资金，我苦口婆心地解释，没日没夜的操劳，可他们非但没有感恩，反而联合起来诬陷我做假账私吞公款，硬生生把我逼上了跳楼的绝路。重活一世，我不会再重蹈覆辙。夏夏，大强毕竟是你未婚夫，马上就要办喜酒了，你把财务账交给他，肥水不流外人田嘛。你一个外地姑娘，攥着全村人的命脉，大家伙晚上睡不着觉啊。就是，你天天说要留着钱搞什么无菌，搞什么冷链，纯粹是拿我们的钱摆夸气。隔壁村用蛇皮袋装梨不一样卖，就你事儿多。这300万是对标大型商超的质量违约金，你们确定要分？少他妈拿这些词儿唬人！林夏，你还真以为离了你地球就不转了？你以为你手里握着那点钱就能拿捏我们？我扫了一眼他的手机屏幕，眼神微微一凝，那是我们全网1000万粉丝的带货账号后台。此刻，屏幕上方赫然显示着一条系统提示：您的密码已通过实名认证申诉重置成功。看清楚了吗？当初注册账号的时候用的可是老子的身份证。我今天早上已经通过人脸识别和身份申诉，把密码强制改了。现在这个1000万粉丝的账号归我了。门口的村民爆发出一阵欢呼。强子干得漂亮！还是强子有本事，把号拿回来，以后咱们自己开直播，赚的钱1分都不用分给他。就是几千万粉丝呢，随便卖点啥不比现在赚得多？看着大强那副以为拿捏住我7寸的嘴脸，我突然笑了。他以为他抢走的是聚宝盆，却不知道没有了我的严苛品控、独家话术和售后体系，这个账号就是一个随时会引爆的定时炸弹。你笑什么？识相的，赶紧把这300万交出来，然后滚出白石村。好啊，既然你们这么自信，这300万我给，账号我也让给你。大强愣住了，似乎没料到我会答应的这么痛快。你同意了？不仅同意，我还可以立刻把财务章和网银兵交接给你。我反手将随身携带的公文包扣在桌面上，拉开拉链，从最里面抽出一份我早就准备好的文件，甩在大强面前。钱可以分，号可以拿，但字必须签。白石村助农项目责任切割及风险剥离协议书。这他妈又是什么套路？我站起身，双手撑在桌面上，居高临下地直视着他。签了它，按下手印，300万我1分不留，现在就授权打款。不签，我们就去法院慢慢耗，看地里的几万斤秋梨等不等得起。夏夏，你这是要跟咱们彻底断绝关系啊？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是你们要独立，我成全你们。怎么抢账号的时候一个个如狼似虎，现在连承担自己产品责任的胆子都没有，还想又当又战？签就签，真以为离了你的品顾，我们的梨就卖不出去了？大强被我一击，一把抢过桌上的签字笔，刷刷刷地在协议最后签下自己的名字，又用力按下鲜红的手印。字签了，公章和网银呢？赶紧的！我慢条斯理地将协议收回，仔细核对了一遍签名和手印，妥帖地放进包里。这份文件将是我未来冷眼旁观他们高楼塌的最强护身符。随后，我拿出笔记本电脑，插上优盾，当着所有人的面，将那300万直接划拨到了白石村集体的对公账户上。盯不到1分钟，村长和大强的手机同时响起了巨额资金到账的短信提示音，安静的村委会瞬间沸腾了。发财了，真给了！一人能分好几万呢！大强说的对，早该把他赶走了。今晚就去镇上割肉喝酒。在一片病态的狂欢中，我合上电脑，拔下优盾和公章丢在桌上，提起包，推开挡在前面的人群，径直向门外走去。走到大门口时，我停下脚步，侧过头，看着正抱着手机狂笑的大强。顺便通知你一件事。怎么后悔了？后悔也晚了。这白石村现在没你的份儿了。大强抬起头，满脸都是掩饰不住的傲慢。我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弧度。以我个人信誉担保的顺达冷链物流底价协议，我已经让对方作废了。从今天起，你们发货自己去找物流公司按散单原价走吧。大强的笑容瞬间凝固在脸上，他猛地站起来，声音都劈叉了。你他妈说什么？冷链你给停了？林夏，你个贱人阴我！大强气急败坏地指着我的鼻子，想要冲出来。我冷笑一声，目光如刀。骂我之前，先掂量掂量你私底下用劣质包装箱吃回扣的烂账。我没把证据交给金针送你进去，
已经算是给你留了买棺材的钱了。大强像被瞬间掐住脖子的鸭子，戛然而止，脸色煞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旁边的村民没听懂，还沉浸在分钱的喜悦中。我转身，再也没有看他们一眼，拉开停在院子里的越野车门，利落地坐进驾驶室。去隔壁青柳村的路只有10几公里，一脚油门，越野车轰鸣着扬长而去，把大强气急败坏踹翻垃圾桶的无能狂怒，远远地甩在了车后的烟尘里。那个叫用户7758的，你他妈少在老子直播间里带节奏！什么叫果子发酸长毛了？9块90斤还包邮，你还指望吃王母娘娘的蟠桃啊？买不起就滚！房管呢？把这几个黑子给我拉黑踢出去！手机屏幕里，大强正满脸通红地对着镜头唾沫横飞。我坐在青柳村刚租下的废弃小学办公室里，慢条斯理地抿了一口刚泡好的龙井，冷眼看着直播间里疯狂滚动的弹幕。大强抢走我的千万粉丝账号，才刚满1个星期，这1个星期里，他就像个乍富的土老帽，恨不得24小时长在直播间里。没有了我的排期规划和饥饿营销，他疯狂透支着账号的信誉，只要是活人进来就一顿忽悠。夏夏呀，你真就一点都不急？那可是你辛辛苦苦攒了1000万粉丝的号啊！现在全村的人都在看你笑话，说你净身出户是个大傻子。我按下手机屏幕的左屏键，将大强那张油腻的脸倒扣在桌面上。赵叔，如果一辆刹车失灵的跑车正冲向悬崖，坐在驾驶里的人是值得羡慕，还是该被同情？啥意思？意思就是死神已经敲门了，他还在里面蹦迪。我站起身，指着窗外正在紧张施工的厂房。我的规矩之前说得很清楚了吧？青柳村想要跟我合作做非遗秋梨糕，第一，场地必须是10万级无菌期间；第二，所有进场的果子，哪怕只有1个重眼，也必须全部淘汰；第三，所有人听我指挥，能做到吗？能，怎么不能？你给咱们村垫资盖厂房，又给咱们找销路，咱们全村上下把你当活菩萨供着，谁敢偷奸画滑，我第一个打断他的腿。只是他欲言又止地看了一眼我的手机。白石村现在一天能发几万单，咱们这车间还得半个月才能投产，这黄花菜都凉了呀！我笑了笑，走到窗边看着外面忙碌的工人。急什么？一天发几万单烂果子，他发的越多，死得越快。最迟明天，白石村的天就要塌了。没有了我的顺达冷链物流底价协议，大强为了省钱，把单个包裹的运费从8块钱冷链压到2块5的无名小物流。秋季气温本就不低，加上秋梨皮薄，水分大，挤在闷热不透气的普通蛇皮袋和劣质纸箱里，在物流车厢颠簸3-5天，那已经不是在运送水果了，那是批量制造生化武器。我的预判甚至还保守了，没等到第2天，当天晚上8点，社交平台上就彻底炸开了锅。砰的一声，青柳村村委会的门被猛地推开，赵村长的儿子小赵举着手机，气喘吁吁地冲了进来。我正拿着尺子核对无菌车间的图纸，闻言头也没抬。热搜第几？前3，好几个热搜全是他们，全网都在骂他们。小赵激动的连话都说不利索了，把手机直接怼到我面前。我接过手机，屏幕上正在播放100万粉丝的打假测评博主铁面老炮的视频。视频里，铁面老炮戴着防毒面具，手里举着一个印着白石村 logo、已经被不明液体泡得软烂的纸箱。兄弟们，看看啊，这就是咱们那个所谓的1000万级助农大号发出来的东西。老炮一把扯下防毒面具，嫌恶地用剪刀挑开纸箱，招呼摄像给特写。我他妈隔着3米远就闻到一股泔水馊了的味道，来，摄像大哥给个特写。镜头拉近，纸箱里本该金黄诱人的秋梨已经发黑腐烂，流着浑浊的黄水。视频里的摄像师发出一声干呕。就这种生化武器，一箱卖我39块9，我去找客服退款，你们猜怎么着？老炮拿出一张打印好的聊天截图，客服不仅不退，还骂我是同行派来的狗，说我不懂感恩，说白石村的农民多不容易。我呸！老炮猛地将手里的烂梨砸在地上，汁水四溅。农民不容易是你们卖垃圾的借口吗？用实名认证抢了前团队的号，连最基本的冷链都舍不得用，用最劣质的纸箱找最慢的快递，我真的服了。你们这不是助农，你们是在坑人。我已经向肖走和平台双重举报了，买过白石村东西的赶紧去退款，全网避雷。视频的点赞量已经突破了50万，评论区更是彻底沦陷。我去，我今天刚收到，里面都长毛了，我还以为是我运气不好。主播在直播间里那叫一个嚣张啊，说烂果子是正常的，不惯着我们这些穷病。退款，必须退款，不仅退款，还要3倍赔偿。原来号被抢了，难怪最近这直播间风格大变，以前那个知性的小姐姐去哪儿了？我就说怎么品质断崖式下架。我平静地将视频进度条拉到底，然后把手机还给小赵。看到了吗，赵叔？
我端起桌上已经凉透的茶水，泼进一旁的盆里。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与此同时，只隔了10几公里的白石村村委会正上演着一场真实的末日狂欢。退款！怎么全他妈是退款？大强双眼赤红，死死盯着电脑屏幕，那个曾经让他每天笑得合不拢嘴的后台数据，此刻满屏都是触目惊心的红色退款申请。强子，不好了！那个铁面老炮的视频发出来以后，刚才这10分钟，咱们涌进来3万多个退款单。负责后台操作的村民李二狗满头大汗，键盘敲得噼啪作响。卡了，电脑死机了！死什么机？重启啊！不能退，1分钱都不许退！大强像头被激怒的野猪，冲过去一脚踹在主机箱上。大强的母亲李婶早就没了前几天分钱时的嚣张，此刻脸色惨白的瘫在椅子上。大强啊，这可咋整啊？村里的人听说出事了，全往咱们这儿赶。话音刚落，村委会的大门被黑压压的人群挤开了。那些前几天还把大强当成财神爷的村民们，此刻一个个手里拿着铁锹和扁担，满脸惊惶与愤怒。大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刚接了10几个买家的电话，把我祖宗18代都骂了一遍。快递公司那边说我们的件儿全被拒收了，光是退回来的运费要我们付几10万。账上的钱呢？大强被这阵仗吓退了2步，但还是色厉内荏地吼道：慌什么？一点小风波而已。老子手里有1000万粉丝，明天发个道歉视频，再搞个抽奖，这事儿就过去了。账上那300万保证金不是还？叮的一声，清脆系统提示音在死机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刺耳。李二狗手忙脚乱地重启了电脑，刚登上后台，一个巨大的红色感叹号弹窗就占据了整个屏幕。李二狗咽了一口唾沫，声音抖得像筛糠。强哥，你尊敬的商户您好，因检测到您的账号存在大规模质量投诉、虚假宣传及恶劣的售后服务态度，已严重违反平台规则，现对您的账号采取无限期封禁直播权限处理。同时什么？你他妈哑巴了！大强一把揪住李二狗的衣领。同时，为保障消费者权益，平台已强制冻结您账户内所有待结算货款及保证金，共计472万元。并保留追究您平台违约金的权利。轰！这几句话就像一颗重磅炸弹，直接在白石村的村委会里炸开了花。冻结了，400多万全冻结了，那可是咱们全村的命根子啊！不仅没赚钱，那地里还没发出去的几万斤梨怎么办？全烂在树上吧！大强彻底懵了，他松开手，踉跄着后退了2步，一屁股跌坐在地上。不可能，这不可能！林夏管号的时候从来没出过这种事儿，平台怎么敢冻结我的钱？他喃喃自语，仿佛失心疯了一般。林夏，对了，是林夏那个贱人！大强突然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跳了起来，面目狰狞。是他停了冷链，是他故意报复我们！走，去青柳村找那个贱人算账！白石村众人像无头苍蝇一样准备闹事的时候，我正坐在青柳村安静的房间里，打开了电脑，我注册了一个全新的小号，名字就叫青柳非遗秋梨高林夏。没有预热，没有买流量，我直接开启了直播。镜头里的我穿着整洁的无菌服，身后是刚刚打扫的一尘不染、设备崭新的车间。大家好，我是林夏，好久不见。我对着镜头微微一笑，声音平静而坚定。因为热搜事件，大量曾经的老粉丝都在全网搜索我的名字。开播不到10分钟，原本只有几个人的直播间，在线人数开始以几何倍数疯狂飙升，1000、5000、2万、10万，满屏的弹幕瞬间淹没了画面。夏夏，真的是你！我就知道白石村那个号肯定换人了。夏夏，你怎么去青柳村了？夏夏，白石村发烂果子，你管不管啊？我们都被坑惨了。我看着屏幕上那些委屈、愤怒又带着期盼的留言，脸上的笑容逐渐收敛，取而代之的是极致的冷静。关于白石村账号的问题，我只回复一次。我举起那份印着红手印的责任切割协议书，清晰地展示在镜头前，白纸黑字。1周前，我已经将账号和所有资金一并交接给了白石村的大强。现在的白石村产品与我林夏没有任何关系。我是一名产品经理，我的底线是品控。我无法阻止别人去赚昧良心的快钱，但我可以选择不与垃圾同流合污。从今天起，
我会在青柳村用最高的标准给大家熬制最干净、最纯正的古法秋梨膏，不卖鲜果，只做精品。直播间沉寂了2秒钟，随后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弹幕狂潮。清醒的大女主粉了，这才是干实事的人，白石村活该死。夏夏，这秋梨膏还没熬出来，我也要订。我相信你的品控。给白石村退款的钱，老子全拿来买你的梨膏。我看着后台瞬间飙升的预售订单，嘴角的冷笑一闪而过。大强，你抢走了我的壳子，却不知道真正的灵魂一直都在我身上。这场风暴才刚刚开始。这筐不行，倒掉。林总，这怎么就不行了？就削皮磕破了一点点皮，里面的果肉全都是好好的呀。咱们这是切碎了熬成膏，又不是当鲜果卖，谁能看得出来？青柳村的果农王叔急得直跺脚，死死护着面前那一筐刚摘下来的秋梨，粗糙的大手紧紧抓着筐沿，满脸的不理解。我穿着全套的无菌隔离服，站在刚刚铺好环氧地坪的车间入口，眼神冷硬地看着他。王叔，我再重复最后一遍我们的收购标准：无虫眼、无磕碰、无腐烂。这筐梨在采摘的时候摔过，表皮已经氧化发黑，只要有一颗这种变质的果子混进锅里，它的酸败味就会毁了整整一锅200斤的梨膏。我的规矩是零容忍，倒掉或者你自己拉回去。你这丫头怎么这么轴呢？这可是10几斤好果子啊！这要是倒了，我今天大半天的活不就白干了？就算你去大厂里，也没有这么苛刻的规矩啊。周围几个正在排队交果子的村民也开始小声嘀咕起来，虽然没有明着反驳，但眼神里明显带着对这种浪费的不满。大厂是流水线，加糖精加防腐剂，当然什么味儿都能盖过去。但我林夏要做的是非遗古法，卖的是招牌。我毫无退让的意思，声音在空旷的车间里掷地有声。白石村昨天刚因为烂果子被封号冻结资金，全村现在背着几百万的债。王叔，你是想让青柳村也步他们的后尘，去赚这种断子绝孙的烂心钱吗？白石村的惨状现在十里八乡，谁不知道？听说大强连夜被人讨债的堵在被窝里，打断了半颗牙，现在连村委会的大门都不敢出。我就是要让消费者知道，我们的农产品就是最好的。说得好，劣币驱逐良币的时代早就该结束了。做高端农产品就该有这种宁缺毋滥的决断。一道清冷低沉且带着几分上位者威严的男声突然从车间外面的消杀通道传来。我转过头，隔着透明的玻璃门，看到一个身形挺拔的男人正大步走来，他身后跟着满脸堆笑、点头哈腰的赵村长。男人停在换鞋区，目光隔着玻璃与我直视，那是一双极其锐利的眼睛，仿佛能瞬间洞穿所有的商业伪装，带着一种漫不经心却又掌控全局的从容。赵村长隔着玻璃，激动的声音都在打颤。林总，这位是省里下派来考察乡村振兴基金的陆渊，陆总。咱们无菌车间剩下的那一批进口过滤设备，就是陆总昨晚连夜批的款，今天早上刚运到的。我心里微微一动，陆渊，那个在创投圈里号称投资点金手，眼光毒辣到令人发指的陆氏资本掌门人，他怎么会亲自跑到青柳村这种穷乡僻壤来？我脱下无菌服的手套，推开气闸门走了出去。陆总，久仰。我伸出手，语气不卑不亢，感谢陆氏资本的雪中送炭。没有那批高精度的离心过滤机，我的古法梨膏连第一道门槛都跨不过去。陆渊伸手与我短暂相握，一触即分，他的手干燥有力。林小姐客气了，我投资只看重人和项目。陆渊的目光扫过我身后的车间，又落回到我脸上，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弧度。昨天你在网上那场切割直播，我看了，能在1000万粉丝和几百万现金面前毫不留恋，果断抽身，甚至反将一军，让贪婪者自食其果。这份清醒和手腕，让我觉得那点设备钱花得很值。陆总谬赞了，及时止损罢了。我直视着他，既然陆总是来考察的，要不要看看这批设备是怎么化腐朽为神奇的？求之不得。陆渊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换上全套无菌服后，我带着陆渊和几位非遗传承的老师傅走进了核心操作间。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郁到化不开的清甜梨香，6口巨大的紫铜锅一字排开，底下的炉火正旺。陆渊走到一口铜锅前，看着里面翻滚的琥珀色液体，眼中闪过一丝探究。这就是你主打的9滤9熬。据我所知，现在市面上的秋梨膏基本都是浓缩果汁兑水，再加增稠剂，成本不到2块钱。你这种纯手工的做法，效率太低了，所以他们只能卖9块9包邮。
而我要卖299。我走到一旁的操作台，拿起一把长柄的木质撇磨勺，递给负责熬制的老把式陈师傅。陈师傅，给陆总讲讲，咱们这酒绿的是什么？陈师傅是青柳村唯一一个祖上出过御厨的人，对这门手艺视若珍宝。他接过勺子，自豪地挺直了腰板。陆总，您看，这第一熬讲究的是无火逼汁，连皮带糊一起煮，把梨的药性全逼出来。但这出来的汁水又涩又浑，所以得进行第一滤，用的是最粗的纯棉纱布滤掉果渣，接着是文火慢熬，每一次起沫都要用这撇磨勺一点点撇干净，然后再换更细的筛网，从棉纱到丝帛，最后用到您赞助的那台高精度离心机。陈师傅小心翼翼地舀起一勺即将出锅的膏体，那膏体拉出了一条长长的不间断的丝线，在灯光下闪烁着红宝石般的光泽。9次过滤，9次熬煮，200斤的好梨，最后只能出不到10斤的膏，一滴水都不加，全靠梨汁自己的糖分收膏。这火候差1分挂不住丝，过1分就带着焦苦。这哪里是熬梨膏，这是熬心血啊！陆渊看着那晶莹剔透的拉丝，眼中终于露出了真正的赞赏之色。极高的品质壁垒，不可复制的传统手艺，再加上品控女王的个人 IP， 林夏，你这是要在红海里硬生生劈出一条蓝海？你的野心不只是一个带货主播这么简单吧？我要做行业标准，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真正的古法秋梨膏应该是什么样子。至于那些用烂果子和科技狠货骗人的东西，就该被扫进垃圾堆。很有趣的野心，我期待你的表演。下午3点，第一批古法秋梨膏正式包装下线，极简的玻璃瓶，复古的牛皮纸标签，没有花哨的宣传语，只有沉甸甸的质感。我拿着一瓶新出炉的梨膏回到办公室，打开了那个只有不到10万粉丝的新号青柳非遗秋梨膏。零下，手机支架架好，打光灯亮起。我没有像其他主播那样声嘶力竭的喊麦，只是平静地点开了直播按钮。开播了，后台的数据几乎是在瞬间就开始跳动。由于昨天的热搜余温未散，大量正在寻找正品林夏的粉丝第一时间涌入了直播间，1万、5万、10万，在线人数一路狂飙，弹幕像瀑布一样刷了下来。终于开播了，夏夏，我昨天把白石村的退了，就等着买你的。这瓶子看着就好高级啊，多少钱一瓶？夏夏，你没事吧？听说大强那个王八蛋还想找你麻烦。我看大强刚才在隔壁平台开小号哭诉呢，说你卷了村里的钱跑路了，还说要举报你卖天价梨膏。看到这条弹幕，我忍不住冷笑出声。大强现在已经是秋后的蚂蚱，除了无能狂怒，什么也做不了。感谢大家的关心，我很好。我把镜头拉近，对准了手里的玻璃瓶，缓缓拧开盖子。关于隔壁村的狗急跳墙，我不做回应，时间会证明一切。今天我只讲产品。我用一把木勺舀出一勺浓稠拉丝的梨膏，慢慢滴入一个透明的玻璃杯中，倒入温水，瞬间清澈的茶色在水中化开，没有丝毫杂质，一股纯正的带着微微焦糖和梨香的味道，仿佛能穿透屏幕。青柳非遗古法秋梨膏，200斤极品好果出10斤膏，不加一滴水，零防腐剂，零增稠剂。老人、小孩、孕妇皆可食用。我将杯子端起，目光直视镜头。这款产品我没有设客服，因为不需要，只要收到货，包装破损，口感不符，甚至你就是觉得心情不好，随时退全款，运费我出。弹幕安静了一瞬，随后爆发出了更加疯狂的刷屏。霸气，这才是真大佬的底气！别废话了，上链接，老子要买10瓶。就冲这句不需要客服我就敢买。299元一瓶，第一批只有1000单，现货，顺丰冷链包邮。我低下头，在后台按下了上架按钮。3、2、1，上链接。叮的一声脆响，不到3秒钟，后台的系统提示音疯狂响起：您有1000条新订单，商品已售罄。我看着空空如也的库存，嘴角终于扬起了一抹真正的笑容。第一站不仅赢了，而且赢得漂亮。那些曾经因为大强而流失的老粉，此刻用真金白银做出了最真实的选择。而就在我这边的直播间，气氛火热，粉丝们纷纷哀嚎没抢到要求加单的时候，远在10几公里外的白石村却是一片死寂与绝望的修罗场。大强满眼血丝地瘫坐在村委会的地上，面前是一片狼藉。村民们不仅砸了电脑，连他家的窗户都给砸了。
几个要债的供应商把村委会的大门堵得死死的，放话今天拿不到钱就要卸大强一条腿。强子，这可咋办啊？咱家里的钱全赔进去了都不够啊！李婶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头发散乱得像个疯子。大强死死咬着牙，手里紧紧攥着一部屏幕碎裂的手机，手机屏幕上正在播放的赫然是我的直播回放，那上架3秒就秒空的1000单，那299元的天价。凭什么？凭什么那个贱人换个地方就能卖这么贵，我们却要被逼死？大强的眼睛里闪烁着嫉妒和疯狂的凶光，他看着直播里那浓稠拉丝的梨膏，猛地从地上爬了起来。不就是熬个糖水吗？他梨下能熬，我大强为什么不能熬？那后山仓库里还有好几万斤退回来的烂梨，全给我拉出来，榨汁熬膏。强子，你疯了！那梨都发臭了，熬出来能吃吗？吃死人要坐牢的。李婶吓得赶紧去拉他。放屁！加点香精和防腐剂，再多放点糖精，谁他妈吃得出来？他卖290，老子就卖9块9包邮，我要用价格战耗死他！大强一把甩开他妈，咬牙切齿地盯着青柳村的方向。他转过头，在一旁瑟瑟发抖的李二狗耳边压低了声音，像一条吐着信子的毒蛇。二狗，你小舅子不是在青柳村那个无菌车间干搬运吗？你现在就给他打电话，给他2000块钱，不，5000，让他晚上偷偷摸进去，把林下那个什么狗屁9氯9熬的配方原封不动的给我偷出来。5000块钱，就让你把青柳村的底线给卖了。我坐在无菌车间的监控室里，看着被2个保安死死按在墙角、浑身发抖的王六。林总，我没有，我就是晚上落了东西，进去找找。王六死死捂着口袋，眼神乱瞟，冷汗顺着额头往下淌。你口袋里的手机，10分钟前刚刚给大强发了一张照片，那是操作台上我废弃的一张温度控制和过滤目数表。需要我报警，让警察来查你的手机数据吗？听到报警2个字，王六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林总，我错了，是大强逼我的，他是我姐夫。他说白石村的梨全烂在仓库里了，要是再搞不到点挣钱的法子，催债的就要弄死他。他非让我拍你的熬膏配方，说只要有了配方，他就能起死回生。行了，别嚎了。我放下茶杯，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哭诉。照片既然已经发出去了，这事儿就算成了。你现在可以滚回白石村，去拿大祥许诺你的2000块钱了。以后永远别踏进青柳村半步。林总，就这么放他走了？等保安把人拖出去后，助理小苏赶紧关上门，急得直跺脚。那可是您试了上百次才定下来的熬制配比啊！大强拿到了配方，肯定会跟咱们抢生意的。小苏，你知道一张只有火候和过滤目数却没有原料标准的配方，在内行人眼里叫什么吗？小苏茫然地摇摇头，叫催命符。我冷笑一声。可是，我的配方是基于最顶级的无瑕秋梨，不加一滴水，纯靠极品果汁自带的糖分收膏。我走到落地窗前，看向远处白石村的方向。大强是个什么货色，我最清楚。他手里现在压着几万斤在物流车里捂到发臭发烂的退货残次品。他如果拿那些酸的烂泥去套我的配方，你猜会得到什么？会是一锅根本咽不下去的臭泥巴？会是一锅散发着恶臭的毒药。陆渊低沉的声音从门口传来，他今天穿了一件质地极好的风衣，带着几分初秋的寒意走了进来。他手里把玩着一个透明的密封袋，随手扔在了我的办公桌上。密封袋里装了一小块黑红色的粘稠的像机油一样的残渣，隔着袋子仿佛都能闻到那股刺鼻的劣质香精味。白石村后山废弃养猪场里掏出来的战利品。陆渊拉开椅子坐下，深邃的眼眸里闪过一丝讥诮。大强拿到了你的配方，以为拿到了免死阵牌。昨天半夜，他带着几个心腹，把全村发烂生蛆的秋梨全砸进了粉碎机，结果熬出来第一锅，连村口的野狗闻了都绕道走。所以，他开始上科技狠活了。我看着那袋残渣，连碰都懒得碰。你猜得很准。陆渊修长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敲。我的人亲眼看到，
大强凌晨去了一趟镇上的化工原料市场，拉回来2大桶高浓缩秋梨香精，3袋工业甜蜜素，还有1整箱苯甲酸钠。烂果子的酸臭味，全靠这些超标10几倍的化学添加剂往下压。小苏倒吸一口凉气，捂住嘴巴。他疯了吗？这是把化学元素周期表往锅里倒啊！吃死人怎么办？我眼神渐渐转冷。吃不死，但足够毁掉一个人的肝肾。大强现在就是个输红了眼的赌徒，平台冻结了他的资金，高利贷天天催债，只要能把成本压到0，只要能骗到钱，就是练到钱，他才不管消费者的死活。陆渊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语气里带着几分欣赏。所以你故意让王六偷走配方，就是为了给他一种只要加点香精，烂梨也能变神药的错觉。别下，你这是在递刀子让他自刎。我平静地对上陆渊的视线，没有丝毫闪避。是他自己非要抢这把刀的，我不过是顺水推舟。陆总如果觉得我心狠手辣，现在撤资还来得及。陆渊轻笑出声，眼中闪烁着商人的冷酷与锐利。不，我恰恰觉得这才是做大事的魄力。商场如战场，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不过，你打算什么时候收网？这种毒药一旦大面积流入市场，搞不好会牵连整个秋梨膏行业的口碑。我打开电脑，调出后台的市场监测数据。不急，让它先膨胀一会儿。白石村的烂摊子太大了，几桶香精救不了他。他现在最迫切需要的是用极低的价格去洗猎下沉市场。我的话音刚落，桌上的平板电脑就弹出了特别关注的开播提醒。林姐，大强开小号直播了。我点开屏幕，画面极其简陋。大强光着膀子，满头大汗地站在几个冒着白气的铁锅前，他身后堆满了贴着劣质标签的塑料罐，最上方拉着一条猩红的横幅：白石村正宗纯手工秋梨膏，挥泪大甩卖。大强对着镜头声嘶力竭地吼着，满脸通红，甚至还挤出了几滴眼泪。家人们，白石村没有倒下，之前发错货是物流不干人事，今天我大强带着全村老少爷们儿，用咱们村祖传的秘方给大家熬纯手工秋梨膏。咱们虽然穷，但骨头硬，不加一滴水，纯原汁原味。隔壁青柳村仗着有资本家投资，一瓶梨膏敢卖299，那是喝老百姓的血呀！我大强看不惯这种吃人的做派，今天我把价打到底，我不赚钱，我只为农民争口气。大强举起3根手指，青筋暴起，几乎是对着屏幕咆哮。不要290，也不要190，只要9块9，9块9包邮到家。我还买1送1，就当是给家人们赔罪了。废话不多说，上链接。小苏气得浑身发抖，这简直是明目张胆的碰瓷！9块9包邮买1送1，这连快递费和空罐子的钱都不够。他完全是用烂果子和糖精骗人，那些不知情的消费者肯定会上当的。下沉市场对价格极其敏感，只要便宜，总有人愿意买单。我靠在椅背上，冷眼看着大强直播间里瞬间飙升的销量数据，屏幕上的销量数字快速跳动，1万单、3万单、10万单，在极限低价和助农卖惨的双重洗脑下，那堆用发臭烂梨和化学香精勾兑出来的毒药被疯狂抢购。小苏看着客服后台涌入的恶评，急得快哭了。林姐，很多原本在我们这里观望的客户，看到他卖9块9，都跑去后台骂我们是黑心商家，要求我们降价了。我们就这么看着他抢占市场，败坏行业风气吗？降价绝无可能。我关掉大强的直播画面。我们做的是非遗高标，他做的是化学毒药，跟他打价格战等于自降身价，主动掉进划分池里跟他肉搏。那我们怎么办？让公关部和客服部全面静默，不准回应任何关于价格的质疑，一句话都不会多说。我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袖口，同时通知吴军车厂，明天开始，我们的产品全面升级防伪溯源包装，价格不仅不降，再往上调50块，还要涨。小苏彻底懵了，陆渊却在一旁低低地笑了起来，他修长的手指交叠，看向我的眼神越发深邃。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陆渊站起身，走到我身边。
大强这10万单的包装和运费，是用极高的利息从高利贷那里借来的过桥资金。他以为自己掌握了流量密码，但其实他已经把脖子伸进了绞肉机里。这只是开胃菜，永辉超市那边的千万级线下专柜订单可以放出风声了。大强现在这么贪，肯定不满足于线上的9块9。陆渊理了理西装外套，我会安排人把消息不小心透露给他。准备好给这位白石村的大企业家上最后一节课了吗？当然。我看向窗外，远处的白石村上空，仿佛笼罩着一层化不开的死气。偷来的配方，烂透的果子，再加上无底线的贪婪。大强，好好享受这最后的狂欢吧！你爬得越高，摔下来的时候就会粉身碎骨。一份厚厚的数据报表被干脆利落地甩在我的办公桌上。林夏，我们这3天的线上自然流量直接腰斩。大强的9块9买1送1已经爆卖了30万单。说话的女人留着利落的齐耳短发，穿着一身剪裁极好的黑色西装，双臂环抱，眼神锐利地盯着我。苏曼是我高薪挖来的运营总监，也是我最得力的合伙人。她雷厉风行，做事只看数据，没有半点情绪内耗。在这个团队里，她就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随时准备切除任何影响商业运转的病灶。青柳村的赵村长急得直抹汗，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林总啊，苏总监说的对啊，这几天咱们客服后台全是被带节奏的，说咱们卖299是吸血的黑心资本家，连村里的人都在议论，说大强的破玩意儿卖得那么火，咱们是不是也该搞个打折促销，降点价，先把市场抢回来？我靠在椅背上，转动手里的定制钢笔，目光平静地扫过两人。降价？降多少？苏曼拉开椅子坐下，敲了敲桌面，语速极快。推一款99元的入门级引流款，保留你的核心补法款打高端，但我们必须有一款能打底沉市场的防御性产品，否则大强的劣币迟早会把我们积攒的口碑淹没。我是你的运营总监，我必须为整体的销售大盘负责。我把钢笔啪的一声拍在桌面上，打断了赵村长的叹息。不降，1分都不降。苏曼，你算过一笔账吗？9块9包邮，还要买1送1，抛去快递费3块，包装罐1块5，人工打包1块，他剩下的成本只有1块4。1块4，买2罐贡秋梨膏。我冷笑一声，直视着苏曼那双清冷的眼睛。你知道他那1块4里装的是什么吗？是烂到生蛆的秋梨，是超标15倍的工业甜蜜素，是能引发急性肠胃炎的劣质防腐剂。他这不是在卖货，他是在投毒。苏曼眉头微皱，眼神中闪过一丝厌恶，但依然保持着商人的理智。我当然知道那是垃圾，但下沉市场的消费者不知道，他们只看价格。大强就是在利用信息差劣币驱逐良美。我站起身，双手撑在桌面上，气场全开。所以我们更不能下场。青柳村的招牌是非遗和高标，只要我们今天推出了99元的打折款，消费者就会认为我们的成本其实很低。以前卖290就是在割韭菜，只要我们沾了价格战的泥水，我们就再也洗不干净了。赵村长吓得一缩脖子，不敢再提降价的事。苏曼沉默了片刻，她是个极度聪明且飒爽的女人，从不掺杂个人恩怨，更没有对我盲目的反驳。她脑子转得飞快，瞬间理清了这其中的利弊。你的意思是死守高端护城河，眼睁睁看着他在粪坑里狂欢？苏曼挑了挑眉，语气里多了一丝兴味。没错，我不但要看着他狂欢，我还要往他的火里泼一桶油。我打开抽屉，拿出一份印着永辉超市 logo 的意向合同，推到苏曼面前。永辉超市华南区200家门店的线下专柜入驻意向书，1000万级的采购单，你想用这个局去套大强？我冷冷开口说，大强线上卖了30万单，根本没赚钱，甚至为了买流量和包装倒贴了运费。他现在骑虎难下，高利贷催得紧，急需一个能一把捞回本钱的大单，让苏曼把消息不经意透给大强。苏曼趴地合上文件，嘴角勾起一抹凌厉的笑意，毫不拖泥带水地站起身。明白了，这种肥肉足够那个蠢货去借高利贷垫资扩产了。交给我，保证这消息传到他耳朵里时比真金还真。他踩着高跟鞋，步履生风地走出了办公室。几天后，白石村村委会内，大强激动地直接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死死抓着李二狗的肩膀，眼珠子瞪得像铜铃。永辉超市
千万级的订单，你确定这消息靠谱？千真万确啊，强哥，我在青柳村那个亲戚亲耳听到的。林夏那个贱人嫌超市压价太狠，说超市那边只肯给20块钱一罐的收购价，他嫌利润低，还在那儿端着架子不肯签呢。大强红着眼睛，仿佛看到金山银山砸在自己头上，满脸狂喜。20块钱一罐，那个蠢女人，咱们用烂梨加糖精，成本才1块多，卖20，1000万的单子，咱们能净赚大几百万啊！这还犹豫什么？李二狗神色心虚，伸手指了指门外的方向。可是强哥，永辉那种大超市验厂和品款严得很，咱们这废弃养猪场里熬出来的东西，满院子苍蝇，能过关吗？大强猛地一挥手，满脸的贪婪和疯狂彻底将理智吞噬。怕个屁！没钱就去借！咱们现在有30万的线上销量背书，拿着这个数据去找周老板借高利贷，把村口那个旧厂房租下来，随便刷2遍大白，搞几套防护服挂在墙上装样子，去化工市场再拉10吨香精回来。只要把这单拿下，老子就彻底翻身了。下午，大强特意换了一身新买的劣质西装，大摇大摆带着几个人来到了青柳村的无菌车间外。他隔着大铁门，冲着里面耀武扬威地大喊，唾沫星子乱飞：林夏，你个鼠目寸光的臭娘们儿，你不是心高气傲不接单吗？老子告诉你，永威超市的单子老子贴糊了，等老子拿了几百万的定金，看你们青柳村这些穷鬼怎么饿死。我站在2楼的监控室里，居高临下地看着大强那副跳梁小丑般的滑稽模样。苏曼端着2杯咖啡走过来，递给我一杯，冷嗤了一声：就这么个蠢货，你到底是怎么忍他2年的？那所谓的永威采购经理，不过是我安排的一个皮包公司演员。这蠢货居然真敢抵押了全村的宅基地，去借了500万高利贷垫资生产他的生化武器。我端起咖啡，轻轻抿了一口，目光冷若冰霜。恶人自有天收，而我只是负责把天窗打开。我转头对苏曼开口吩咐：通知法务部和真正的质检机构，准备全面接网。苏曼举起咖啡杯，与我轻轻碰了一下，语气干脆利落：明白，只等他的毒药全面铺货，我们就收网。30%的违约金，还要压60天的账期。王经理，这规矩也太严了吧！平板电脑里传出大强因为激动而发颤的声音：大强兄弟，这可是华南区200家门店的千万级大单，你如果没这个垫资生产的实力，那这单子我只能掉头回去找青柳村的林总了。人家不仅有无菌车厂，还有资本兜底。男人的声音透着漫不经心的傲慢。别，王经理你别走，我签，不就是前期垫餐500万吗？我大强搞得定。录音到此戛然而止，苏曼干净利落地按下暂停键，将平板电脑扔在我的办公桌上，拉开椅子坐下，双腿交叠。她今天穿了一件黑色真丝衬衫，整个人透着一股职场女高管特有的飒爽与锋利。500万的垫资，她从哪儿弄的钱？我端起面前的黑咖啡，轻抿了一口，目光平静地看向她。借了地下钱庄的高利贷，9出13轨。苏曼冷笑了一声，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照片，推到我面前。不仅如此，他还瞒着村里那帮老弱贫残，把白石村几百亩的集体果园和宅基地全抵押给放贷的彪哥了。只要这笔钱资金链一断，整个白石村连个睡觉的草棚子都剩不下。我看着照片上大强按下的那鲜红的手印，眼底没有泛起丝毫波澜。贪婪是原罪，当一个人连最基本的商业常识都丧失，只剩下对一夜暴富的狂热时，他离深渊就已经近在咫尺了。林总，苏总监。办公室的门被推开，陆渊信步走进来。他刚结束一个岳阳视频会议，西装外套搭在臂弯里，领带微松，带着几分慵懒的精英气质。他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坐下，目光深邃地看了我一眼。大强已经开始疯狂量产了。白石村那个连屋顶都漏风的废弃旧厂房里，现在日夜不停地往外冒着化学香精的味儿。为了赶在交货期前凑够几万箱货，他把10里8箱烂在树上没人要的刺果全按废品价收回去了。我将咖啡杯放下，发出清脆的碰撞声。劣质果泥加上超标工业添加剂，他这是在闭着眼睛往火药桶里塞炸药。那可是千万级的商庄大单，他真以为那些大型零售的法务和质检部门是吃素的？就算负责对接的王经理是我们找演员套的壳，但那些流向市场的毒药可是真真切切的。退一赔10的商超索赔条款，加上危害食品安全罪，足够他在局子里把牢底坐穿。陆渊微微轻身，双手交叉抵在下颌，深黑的眼眸锁住我。
局已经布好了，套罗也套在了他的脖子上。你打算什么时候踢掉他脚下的凳子？不急，让他先感受一下暴富的幻觉。我站起身，走到落地窗前，俯瞰着青柳村外那条平坦的柏油路。就在这时，一长排重型厢式货车轰鸣着从远处的白石村方向驶来，扬起漫天尘土。最前面的一辆黑色大众轿车极其嚣张地在我的无菌车间大门外踩了一脚急刹车。大强穿着皱巴巴的劣质西装，夹着个皮包，神气活现地从车上跳了下来。他隔着雕花大铁门，冲着我办公室的窗户耀武扬威地挥手：“走。”下去会会我们这位千万级企业家。苏曼嘴角勾起一抹看好戏的冷笑，果断跟上。陆渊则不紧不慢地走在最后，仿佛在看一场早已注定结局的默剧。铁门外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劣质焦糖香精味，哪怕是隔着厚厚的纸箱，腐败与化学试剂混合的恶臭依然掩盖不住。林夏，你这无菌车间盖得再好有什么用？还不是眼睁睁看着这千万级的大单落进老子口袋！大强拍着身后那辆重型货车的车厢，笑得五官都挤在了一起。看到没？这都是发往全国各大商超的货，老子马上就是身价千万的供货商了。恭喜！我隔着铁栏杆看着他，语气平静的像在看一个死人。不过我提醒你一句，实体商超的索赔机制和线上平台不一样，一旦出了群体性食品安全问题，是要连带查封资产，追究刑事责任的。你这车里装的到底是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大强脸色微微一变，但很快又被狂妄压了下去。少在这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你就是嫉妒老子截了你的胡！大强往地上狠狠啐了一口，压低声音，恶狠狠地盯着我。我告诉你林夏，配方我拿到了，市场我也拿到了，从今往后这秋梨膏的行当里有我大强，就没你青柳村的活路。开车发货！他嚣张地钻进轿车，车队轰隆隆地驶离，只留下一地刺鼻的尾气。苏曼从口袋里掏出一方真丝手帕，嫌恶地掩住口鼻。这味道不用机器检测，狗闻了都得绕道。他居然真敢把这种毒药往实体超市里送。在500万高利贷的催逼下，他除了硬着头皮把这些毒药变成钱，已经没有退路了。我转头看向苏曼，苏曼，准备干活。苏曼立刻进入了工作状态，眼神冷冽。林夏，说吧，怎么切入？大强为了省钱，包装罐用的绝对是不达标的劣质塑料。等货到了中转厂，不出3天，那些发酵的烂果泥加上化学制剂，就会引起包装膨胀泄漏。我眼神犹如淬了冰的刀锋。第一步，派人去那些铺货的商超，合法合规的买下第一批上架的产品。记住，要全程录像，保留所有购物小票和发票，把这些买来的产品直接送往国家级的食品安全检测中心，做最全面的毒理和中暑检测，防腐剂和工业色素的超标指数。第3步，我顿了顿，转头看向一直沉默的陆渊。陆渊心领神会，嘴角扬起一抹冰冷的笑意，接口道：第3步的舆论和监管场交给我，一旦检测报告出来，我会让各路媒体和平台在同一时间引爆，我要让他连销毁证据的时间都没有。我看向白石村的方向，那边的天空似乎都被那刺鼻的浓烟染成了一片浑浊的灰黑。大强以为他走上的是通往千万富翁的金光大道，但他绝不会想到，那是一条通往地狱的单行道。市场的绞肉机已经通电，锋利的刀刃正静静地等待着他把脖子彻底伸进来。我转身走回车间，走吧，我们该去熬我们真正的9绿9熬了。等他楼塌的时候，就是我们全面接管市场的时候。你胡说八道什么？我这可是卖了几10万单的纯手工古法秋梨膏。你家孩子自己乱吃东西，吃进了医院，跑来讹我。保安呢？把这个疯婆子给我赶出超市。讹你？医生连病危通知书都下了，化验单上写的清清楚楚是食物中毒。你们卖的是毒药，我跟你拼了！平板电脑里，永辉超市某门店的收银台前，一个披头散发的年轻母亲声嘶力竭地哭喊着，猛地扑向正在做线下推广的大强，狠狠一巴掌扇在了他那张油腻的脸上。现场一片混乱，货架上的白石村秋梨膏碎了一地，流出黑红色的散发着刺鼻化学气味的粘稠液体。视频已经在全网疯传了，热搜前10我们占了6个。不过全是被白石村毒梨膏连累的品类信任危机。苏曼按下暂停键，将平板扔在桌上，拉开椅子坐下。他今天穿了一套利落的白色西装，神色冷峻，动作干脆，没有一丝慌乱。我靠在椅背上，声音平静：
报告拿到了吗？苏曼从手提包里抽出一份盖着国家级检测中心红章的文件，甩在桌面上。你自己看，简直触目惊心。工业甜蜜素超标25倍，违规超量使用防腐剂。最致命的是，因为使用了严重腐烂的残次果，里面检测出了高浓度的黄酒膜素以及超标近400倍的大肠菌群。这已经不是劣质食品了，这是名副其实的生化武器。我翻开那份沉甸甸的报告，每一个超标的红色数字都代表着大强为了榨干最后一丝利润而丧失的底线。我合上报告，抬眼看向这位飒爽的运营总监。永辉超市那边什么反应？全线强制下架。苏曼十指交叉，公关部已经被退货和锁牌的消费者淹没了。按照他们当初签的对赌协议，出现群体性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大强不仅要退还所有货款，还要面临售价10倍的惩罚性赔偿，以及承担超市方所有的名誉损失。这笔天价赔偿，把他骨头拆了按斤卖都赔不起。他咎由自取。陆渊推门而入，手里拿着正在通话的手机，冷厉的目光扫过桌上的检测报告。报告出来了，把我们手里掌握的白石村地下作坊偷排污水、违规采购工业香精的所有证据，全部移交经侦和市监局。各大媒体的通稿，现在可以发了。挂断电话，陆渊走到我身边，深邃的眼底透着杀伐果断的寒意。资本的绞肉机已经启动，林夏，大强的丧钟敲响了。就在我们说话的同时，10几公里外的白石村村委会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大强，你他妈干的什么好事儿？镇上的派出所和市监局的车已经把咱们村口给堵了。李二狗连滚带爬地冲进办公室，脸色惨白，吓得声音都在打颤。大强正焦头烂额地对着手机疯狂吼叫：王经理，王经理，你不能见死不救啊！那小丫头片子肯定是吃错药了，我们的梨膏绝对……王经理，你看我们这都是纯手工的。去你妈的纯手工！工商的封条都贴到我超市大门上了。大强，我告诉你，3000万的违约金和10倍赔偿，明天要是不到账，你就等着下半辈子在牢里捡味道吧。电话被挂断，传来嘟嘟嘟的忙音。大强双腿一软，手机啪嗒一声掉在地上。强哥，赶紧开直播啊！咱们号里还有1000万粉丝，你赶紧上网澄清，说咱们是被人陷害的，就像上次那样卖惨把粉丝忽悠回来。李二狗死马当活马医，慌乱地打开了电脑后台。大强像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猛地扑到电脑前，连滚带爬地开启了直播间。家人们，冤枉啊！我们白石村是老老实实的农民，那些超市里吃坏肚子的人，全都是对头花钱雇来抹黑我们的演员。大强对着镜头声泪俱下，疯狂地磕头。然而这次迎接他的不再是同情的弹幕，而是满屏的愤怒与诅咒。吃人血馒头的畜生！我奶奶吃了你的梨膏，现在还在抢救。你算什么农民？你简直是杀人犯！大家一起举报他！国家检测报告都出来了，黄鱼美素超标，你这个黑心作坊怎么还不倒闭？大强看着满屏的谩骂，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他正准备破口大骂还击，屏幕画面突然卡住，紧接着一个猩红的弹窗占据了整个屏幕，冰冷的系统提示音响起：放进，永久放进，冻结资金。大强双手死死抓着头发，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用力把键盘砸得粉碎。我的钱，我刚收的1000万货款，还有我借的高利贷。强子，强子！李婶披头散发从门外冲进来，直接瘫倒在地上嚎啕大哭。催债的彪哥带着几十号人，拿着钢管把咱们家的房子围了，说你要是今天拿不出500万的本金和利息，就要砍了你的手脚，把咱们全村的宅基地收走抵债呀！大强跌坐在满地狼藉中，看着窗外闪烁的红蓝警灯，脸色灰败如死灰，终于彻底崩溃了。我站在青柳村宽敞明亮的无菌车间外，听着小苏兴奋地汇报着网上的战况。林姐，市监局和特警直接把白石村的废弃旧厂房查封了，现场抄出来的全是1桶桶的化学香精和生蛆的烂梨，视频一曝光，全网都炸了。白石村那个1000万大号被彻底注销，现在全网都在抵制他们。我平静地看着远方，那里是白石村的方向，没有了滤镜，也没有了光环，
那片土地只剩下一片贪婪过后的焦土。我转过头看向身边气定神闲的合伙人苏曼。苏曼，发声明吧。苏曼红唇微扬，眼中闪烁着运筹帷幄的金光。早就准备好了，这份联合声明一发，我们不仅能彻底撇清和白石村的关系，还能趁势坐稳行业第一的交易。10分钟后，青柳村非遗、秋梨膏官方账号联合陆氏资本以及3家国家级食品安全检测机构发布了全网公告。青柳村始终坚守非遗古法，坚持10万级无菌生产与严苛品控。在此郑重声明，我方产品不含任何添加剂，接受全网任何形式的突击抽检。对于白石村极其恶劣的食品安全犯罪行为，我们深表痛心，并自愿出资成立200万级医疗援助基金，为此次中毒事件的受害消费者提供全额医疗报销。这才是真正的良心企业，清醒有担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林夏这波大格局早就看出白石村不对劲了，活该白石村死绝。以后买秋梨膏，我只认青柳村林夏的名字。苏总监和林夏的组合太绝了，商业头脑加完美品控，这才是大女主该搞的实业。一场足以摧毁整个秋梨膏行业的信任危机，硬生生被我们化作了品牌腾飞的垫脚石。陆渊站在我身侧，看着后台如火箭般直线上升的关注度和暴涨的预售订单，低声赞叹：这招杀人诛心用得漂亮。我目光微凛，语气里没有丝毫多余的怜悯。我从不杀人，我只是把他们自己亲手酿的毒药，原封不动地端回了他们面前，是他们自己贪婪到连渣都不剩的喝了下去。秋风扫过，吹散了远处的尘埃，而白石村这座曾经被我一手托起的金山，如今已经在他们自己疯狂的贪欲中彻底迎来了毁灭。大强，你个生儿子没屁眼的畜生，滚出来，把我们的血汗钱还给我们！砰的一声巨响，白石村村委会那扇包着铁皮的大门被愤怒的村民用锄头硬生生砸烂了。强子，你不是说跟着你能赚大钱吗？现在高利贷的人把我家宅基地都收了，我老婆要带着孩子喝农药，你今天必须把钱吐出来！平时跟在大强屁股后面鞍前马后的李二狗，此刻眼珠子通红，一把死死揪住大强的衣领，手里还倒提着一把生锈的镰刀。二狗，你疯了，快松手！大强被勒得翻白眼，双手拼命扒拉着李二狗的手臂，声音都在打颤。我疯了，是你把我们全村人往死路上逼！永辉超市的3000万违约金，还有那些吃坏肚子住院的人要的赔偿，法院的传票都贴到我家大门上了。你今天不把钱拿出来，我先劈了你！画面剧烈的晃动着，伴随着李婶跪在地上绝望的哭嚎声，以及村民们打砸办公设备的巨响。林夏，你看，这就叫反噬。苏曼修长的手指在平板电脑上轻轻一点，将这段白石村村民开的求助直播画面按下了暂停。他端起面前的冰美式喝了一口，冷艳的脸上没有大仇得报的狂热，只有看透商业本质后的极致冷静。苏曼靠在椅背上，理了理笔挺的西装外套，语气飒爽而犀利：甘愿被驱使的狼群，最先咬死头狼的疯狗。我甚至觉得这烂摊子崩得比我预期的还要快2天。我平静地看着屏幕上大强满头是血的惨状，内心毫无波澜，没有重生小说里那些玄乎的因果报应。在现实的商业世界里，所有的毁灭都写在最初的贪婪里。他活该。我拿起笔，在下一季度的渠道规划书上签下名字。从他逼我交出那300万品控保证金，并且用烂心魁的冒充好果的那一天起，这本账就已经算死了。陆渊推开办公室的门，长腿迈了进来。他今天穿了一件深色的风衣，带着几分秋日的肃杀之气。林总，苏总监。陆渊拉开椅子，坐在我们对面，深邃的眼眸里闪过一丝冷厉的微光。大强跑了。苏曼挑了挑眉，放下手里的咖啡杯。跑了？几千万的债务加上刑事责任，他以为他能跑到哪儿去？他趁着村民打砸村委会的时候，从后窗翻出去的。陆渊骨节分明的手指敲击着桌面。经侦大队和市监局的人已经封锁了镇上的交通要道。我刚得到消息，他并没有往镇上跑，而是带了一个黑色旅行袋，顺着2村交界的后山小路，正往国道方向逃窜。我脑海中瞬间浮现出那条泥泞的小路，正是青柳村无菌车间后方的废弃旧路。他那个黑袋子里装的应该不是衣服。我站起身，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当初他逼我签切割协议，
拿走的那300万村集体保证金，根本没有全部分给村民。以他的贪婪，绝对私吞了一大半现金藏了起来，留着当跑路的保命钱，愚蠢至极。在现代天网监控下带着几百万现金跑路，他脑子里装的是工业香精吗？我穿上外套，推开办公室的门。走吧。作为他曾经的未婚妻和前合伙人，警方刚才已经通知我去现场协助指认了。这场戏的落幕，我们总该去前排看个清楚。夜色漆黑，两村交界的土路上坑坑洼洼，大强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泥地里狂奔，身上那件劣质西装已经被树枝刮得破烂不堪，他脸上沾满了泥水和血污，死死地抱着怀里那个沉甸甸的黑色旅行袋，他像抱着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喘息得像一台破风箱。只要翻过这座山，到了国道上拦辆黑车，老子就去南方隐姓埋名。手里这100多万现金，足够我重新开始了。就在他即将爬上土坡，看到国道上微弱路灯的那一刻，大强脚下一绊，整个人重重地摔在泥潭里，怀里的黑色旅行袋因为拉链老化瞬间崩开，一沓沓100元大钞在夜风中散落，红彤彤的钞票像雪片一样铺满了泥泞的土路。大强眼睛都直了，顾不上身上的剧痛，连滚带爬地扑在地上疯狂拢钱。我的钱，我的钱！强子，你个狗日的果然在这儿！身后传来一声愤怒到极点的暴喝，李二狗带着10几个拿手电筒和农具的白石村村民，像饿狼般从后山树林钻了出来。手电筒强光扫过满地红色钞票时，所有村民的眼睛都冒出了绿光。好啊，你口口声声说没钱了，说那300万全赔给平台了，你居然自己藏了这么多现金，想卷款跑路！李婶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大强破口大骂：这都是我们麦提的血汗钱！你个黑心干的畜生，把钱还给我们！10几个村民像疯了一样扑上去，不再顾忌同乡情谊，更没理会大强的哀嚎。有人狠狠踹在大强肚子上，有人一脚踩在他的脸上，所有人疯狂抢夺地上钞票，甚至为了多抢一沓钱，村民之间也开始互相推搡撕扯。别抢，那是我的钱！你们这群穷鬼，给我放下！大强在地上拼命挣扎，一口咬在李二狗的手腕上。我去你妈的！李二狗反手一铁锹拍在大强后背上，打得大强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全都住手！警察，双手刨刨头，蹲在地上。冰冷的手铐在夜色中发出令人胆寒的金属碰撞声。我站在警车警戒线外，陆渊替我撑着一把黑伞，挡住了夜里飘起的细雨。苏曼站在我身侧，冷眼看着这出极其荒诞的闹剧。当他被人从地上拽起来时，他抬头看到了站在探照灯光晕边缘的我。林夏，林夏，是你！这一切都是你算计好的，是你停了冷电，是你故意让那个王六偷走配方，是你联合那个超市经理做去坑我！你这个毒妇，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我从警戒线外缓缓走近，停在他面前3步远的地方。大强，你太高看你自己了，也太低估了商业的规则。我微微俯下身，眼神里没有愤怒，只有如同看着一堆不可回收垃圾般的冷漠。没有人逼你用烂果子以次冲刺，也没有人逼你去买那些超标的工业香精和甜蜜素，更没有人逼你去借高利贷垫资。我给过你那张责任切割协议，是你不认字吗？上面写的清清楚楚，风险自担。我直起身，声音在寂静的夜雨中清晰而冷硬。你之所以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不是因为我算计你，而是因为你蠢，却又贪得无厌。你以为抢走了我的账号，就能抢走我的能力？在现实世界里，德不配财，必有灾殃。带走！我不服，我是被冤枉的！林夏，你不得好死！大强的咒骂声被强行塞进了警车里，随着车门重重关上，那扇隔离自由与铁窗的门，将他彻底封死在了他自己亲手挖掘的坟墓里。等待他们的将是巨额的民事连带赔偿和暴力催收高利贷的深渊。走吧，好戏看完了。苏曼极其嫌恶地拍了拍被夜风吹起的衣角，转身走向我们的车。明天早上全网都会是白石村犯罪团伙落网的新闻。这波免费的普法教育和行业洗洗，足够我们青柳村的订单再翻1倍了。苏曼说的对，现实里不需要情绪内耗，只需要斩草除根的执行力。陆渊转过头看着我，冷硬的面部线条柔和了几分。
明天永辉超市真正的采购总监会来青柳村签约，准备好迎接属于你的行业女王时代了吗？我抬头看了一眼被雨水洗刷得格外清透的夜空，嘴角扬起一抹自信的弧度。早就准备好了。林夏，林菩萨，求求你发发慈悲，给咱们白石村几十口人一条活路吧！夏夏呀，千错万错都是大强的错，咱们这些老骨头是无辜的呀。你不能眼睁睁看着咱们被高利贷逼死啊！青柳村10万级无菌车间的大铁门外，凄风苦雨，为首的正是白石村的村长。他手里举着一张按满红手印的联名信，浑浊的眼泪混着雨水往下流，声嘶力竭地冲着办公楼的方向喊叫。我站在2楼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手里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红茶，面无表情地俯视着这场拙劣的苦情戏。苏曼踩着高跟鞋走到我身边，手里拿着一份法务部刚递交的风险评估报告，语气里满是嘲讽。高利贷的彪哥发了最后通牒，今天要是拿不出钱，明天就带推土机去平了白人村的宅基地。他们这是走投无路了，想跑到你这儿来化缘，连当几个喜欢和稀泥的调解媒体都找来了，长枪短炮的架在门外，就等着拍你这位冷血资本家是如何逼死农民的。陆渊坐在沙发上，随手翻阅着一份商业周刊，连眼皮都没抬一下。道德绑架，逼宫卖惨，他们以为在镜头前下跪就能掩盖他们生产毒食品企图卷款逃跑的犯罪事实。林夏，需要我让保安把他们直接赶走，或者通知警方来清场吗？我放下茶杯，眼神冷冽如刀。不用，既然他们把媒体都请来了，想要把事情闹大，那我就给他们一个全网直播的舞台。我转身看向苏曼，苏曼，通知运营部，用我们1500万粉丝的官方大号开直播，机位就架在大铁门正上方。苏曼眼睛一亮，红唇勾起一抹凌厉的笑意。明白，对付这种泼皮无赖，就得把他们扒光了扔在聚光灯下。5分钟后，大铁门缓缓打开，我穿着一身剪裁利落的黑色职业套装，撑着一把黑伞，在保安的护卫下走了出去。陆渊和苏曼一左一右的跟在我身侧，气场全开，瞬间压住了全场的哭嚎声。看到我出来，白石村的村长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连滚带爬的扑过来，却被保安结结实实的挡在3米开外。夏夏，你终于肯见我们了！大强那个畜生已经被抓了，我们村现在背了几千万的债呀！你现在生意做得这么大，青柳村的厂子这么红火，你手指头缝里露出一点，就够咱们全村活命了。咱们以前好歹也是一家人呐！一家人？我冷笑一声，声音透过苏曼刚刚架设好的高保真麦克风，不仅传遍了现场，也同步传到了几十万在线观看的直播间里。赵村长，大强带人冲进村委会，把我堵在办公室里，强行改掉1000万粉丝账号密码的时候，你们一家人可曾在旁边替我说过半句话？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字字铿锵。当你们为了抢夺那300万品控保证金，联合起来诬陷我，甚至要把我净身出户赶出白石村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过给我一条活路？村长被我噎得老脸通红，支支吾吾地辩解。那都是大强逼我们的，我们也是受蒙蔽了。受蒙蔽？好一个受蒙蔽！我接过苏曼递来的一沓厚厚的文件，啪地一声摔在村长面前的泥水里。这是你们从青柳村买通内鬼偷走配方的监控截图，这是你们全村老少日夜加班，把发臭生揪的烂梨倒进粉碎机榨汁的视频记录，这是你去化工市场成吨采购工业甜蜜和防腐剂的流水发票。我往前走了一步，逼视着那群心虚闪躲的村民。你们不是受蒙蔽，你们是眼红，是贪婪，是丧尽天良。你们为了赚快钱，用化工原料勾兑出几万瓶毒药发往全国。医院里现在还躺着因为吃你们的梨膏而急性食物中毒的孩子。你们现在跑来跟我哭穷，去跟那些差点被你们害死的消费者哭去啊！门外几个原本准备录像，打算写一篇女企业家冷血巨尸元首的调解类媒体记者，此刻听得目瞪口呆。他们默默把镜头对准了地上的证据，再也问不出一句偏袒的话。直播间里的弹幕更是彻底沸腾了。我操，大女主杀疯了，太他妈爽了！这群村民居然还有脸来要钱，偷配方下毒药，全村都是共犯，全都该抓起来！你闹够了没有？最烦这种我弱我有理的道德绑架了。林夏怼得好，凭什么原谅他们？坚决不能给钱。
给这种人钱就是助瘴为虐。人群中，大强的母亲李婶突然撒起泼来，一屁股坐在泥水里，拍着大腿干嚎。夏夏，你非要做的这么绝吗？你是个大老板，你有几千万，我们只是农民啊！你要是不救我们今天就死在你这大门外头，看你以后的生意还怎么做！他的话音刚落，身后的几十个村民立刻跟着附和，纷纷表示要睡在厂区门口抗议。面对这种赤裸裸的流氓行径，我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极其平静地笑了起来。我转过头看向苏曼，苏曼，念一下刑法第290条和第274条的量刑标准。苏曼立刻翻开手里的法务文件，声音清冷而专业，字正腔圆地对着麦克风念道：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生产营业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犯子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敲诈勒索公司财物，数额特别频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苏曼念完内容，合上文件，冷冷扫视一圈地上的村民。你们刚要死要活的威胁，已经全部被全网1500万观众和媒体镜头记录下来了。如果今天青柳村的货车因为你们的阻拦而延误发货，造成的违约金，我们将通过法律途径向你们在场的所有人追付到底。此言一出，刚才还叫嚣着要死在门口的村民们，瞬间像被掐住脖子的鸭子，哑火了。李婶吓得连滚带爬地站起来，连哭都不敢出声了。对于这些欺软怕硬的人来说，讲道德没用，讲法律和赔钱才是最致命的七寸。收起你们那套弱者有理的伪善面具。我最后一次看向这群曾经让我倾注了2年心血，却又将我弃如敝履的人。在现代商业的现实逻辑里，我早就抛弃了那些不切实际的拯救情节。我林夏做生意，1不欠债，2不坑人。我用合法合规的手续跟你们切割得干干净净，你们的死活与我无关。我指着远处的公路，声音冰冷，没有一丝回旋的余地。现在带着你们的眼泪和贪婪，滚出青柳村的警戒线。再敢往前一步，我保证让你们跟大强在同一个牢房里团聚。说完，我不再看他们一眼，转身走回大铁门内。关门，通知保卫科和当地派出所，如果有人敢寻衅滋事，直接按程序抓捕。沉重的大铁门在我身后轰然关闭，将白石村最后的哀求与绝望彻底隔绝在外。陆渊和我并肩走在返回办公楼的林荫道上，他侧过头，眼底带着毫不掩饰的激赏。杀伐果断，铁腕拒收。这场全网直播不仅粉碎了道德绑架，还为青柳非遗秋老糕做了价值上亿的免费品牌导师。苏曼在另一侧轻笑出声，扬了扬手里的平板。这叫用魔法打败魔法。热搜第1了，林夏轻刑反击道德耶架。顺便汇报个好消息，永飞采购团队和红三资本代表明天上午10点到青柳村，他们想在秋梨膏产品上市前再追加一轮融资。我停下脚步，回头看向大门外正被警方遣散灰溜溜离去的白石村村民，所有烂账都在今天彻底清算完毕。抛开有毒的藤蔓，青柳村这棵大树终于迎来了直冲云霄的时刻。我深吸一口雨后清新的空气，转头看向2位最信赖的合伙人，眼中闪着无可匹敌的锋芒。通知各部门，今晚加班把永飞的合作合同全部过一遍，准备好，明天我们要去拿回属于我们的一切。林夏，你非要把整个行业的桌子都掀了吗？做生意讲究的和气生财，你把国家级秋梨膏的行业标准定在9滤9熬0添加全鲜果，你让市面上的90%的同行以后怎么活？明亮宽敞的顶层会议室里，全国保健食品流通协会的刘副会长猛地拍案而起，他指着大屏幕上刚刚公示的行业标准草案，气得浑身发抖，原本梳得一丝不苟的背头也散落了几缕。我坐在长条会议桌的主位上，手里漫不经心地把玩着一支纯黑色的签字笔。刘会长，话不要说的那么难听，我没有掀桌子，我只是把桌子上的发臭的剩菜倒进了垃圾桶，顺便给这张桌子消了消毒而已。你这是搞垄断！全鲜果出膏，1滴水都不加，我们厂房里几百号工人要吃饭，按照你这个成本搞，1瓶梨膏的光是原料就要几十块，我们那些10几20块包邮的货还怎么卖？你这是要把我们逼上绝路！那就别卖。我冷冷地打断他，砰地一声将签字笔拍在桌面上。用浓缩果汁兑水，加增稠剂拉丝，再用焦糖色素调色，
最后放足了工业香精掩盖劣质味道，赚这种断子绝孙的黑心钱，还要我给你们留活路？我站起身，双手撑在会议桌上，极强的压迫感让刚才还叫嚣的几个老板瞬间噤声。以前行业没有标准，劣币驱逐良币，让大强那种蠢货都能用9块9的毒药去洗决市场。但现在时代变了，青柳村的古法秋梨膏已经拿下了全国70%的高端市场份额。我林夏今天坐在这里，不是在跟你们商量，而是在通知你们。你太狂妄了！你一个泥腿子出身的女人，只要我们协会不签字，你的企业标准就休想升级成国家标准。我就不信，你一个泥腿子出身的女人能一手遮天。她不能，加上我呢？会议室的双开大门被推开，陆渊穿着一身高定深色西装，步履沉稳地走了进来。陆渊走到我身侧，修长的手指轻轻扣了扣桌面，居高临下地看着刘会长。刘会长，忘了通知你，鉴于贵协会长期包庇劣质加工企业，陆氏资本已经联合其他几家头部机构，正式向监管部门实名举报了协会内部的利益输送问题。就在10分钟前，经侦部门已经进驻你们协会查账了。至于行业标准，陆渊嘴角勾起一抹冷厉的弧度，转头看向门口。苏曼穿着一身极具设计感的银色职业套装，踩着清脆的高跟鞋走入会议室。她那张冷艳的脸上带着绝对的自信和傲视群雄的锋芒，手里捧着一份烫金的红头文件和一个沉甸甸的实木牌匾。林总，国家文化部和质检总局联合下发的批文到了。苏曼将文件递给我，声音清脆干练，掷地有声。青柳村9绿9熬古法秋梨膏正式获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时以我方生产工艺为核心起草的纯正秋梨膏国家质量标准，今日起正式全网发布施行。苏曼冷笑着扫了一眼那几个面如死灰的加工厂老板。从今天起，达不到这个标准，敢乱加一滴化学制剂的，连秋梨膏这3个字你们都不配印在包装上。我接过那份红头文件，轻轻摩挲着上面鲜红的钢印，心中那股潜伏已久的火焰终于在这一刻彻底燎原。没有歇斯底里的争吵，也没有狗血的报复，在绝对的实力和壁垒面前，这些曾经企图用潜规则和廉价毒药绞杀我的蝼蚁，被时代的巨轮无声无息地碾成了齑粉。送客。我淡淡地抛下2个字，再没有多看他们一眼。保安推门而入，刘会长和那几个老板像斗败的鹌鹑一样灰溜溜地被请出了会议室。他们心里清楚，秋梨膏的江湖已经彻底改朝换代了。1个月后，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厅里灯火辉煌，红色的电子大屏上滚动着一串串代表资本与财富的数字，无数的媒体记者长枪短炮对准了最中央的敲钟台。陆渊站在我身旁，他今天打了一条暗红色的领带，深邃的眼眸里倒映着大厅闪烁的红光。紧张吗？这个问题，你2年前在白石村村问口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好像也问过。我穿着一身定制的红色收腰高定礼服，红唇微扬，目光平静地看着那面巨大的铜钟。那时候你刚签了切割协议，净身出户，全网都在等着看你的笑话。我问你紧不紧张，你说该紧张的是他们。陆渊轻笑出声，眼神里闪烁着毫不掩饰的激赏与势均力敌的爱意。事实证明，你的眼光比我这个专业投资人还要敌辣。资本只能锦上添花，会成河得自己挖。我转过头，看着这张一路陪我并肩作战的脸，没有他暗中调动的无菌设备，我跨不过第1道产能门槛，没有我死守9绿9熬的底线。陆氏资本的钱砸进来，也只是打水漂。我们之间从来不是谁依附谁，而是2棵在商海中并肩而立的乔木，根须相连，枝叶交错。苏曼走上台，干练地递给我一双白色的丝绒手套。他今天画了一个极具攻击性的飒爽妆容，眼神里透着运营操盘手看着自己最完美的作品上市时的狂热。林总，时间快到了，各大直播平台已经同步开启转播，实时在线人数突破3000万。永威超市和华润万家等线下渠道的庆祝海报也已经全部上线。青柳非遗今天起就是当之无愧的行业第1股。我接过手套，慢慢戴上，脑海中不由得闪过这2年来的一幕幕，从白石村那个逼仄漏风、充满算计的村委会办公室，到大强那副贪婪嚣张、以为拿捏了千万大号就能呼风唤雨的丑恶嘴脸，再到大雨中那些被反噬后跪地求饶、企图道德绑架的村民，那些曾经试图将我踩在泥里的泥沼，最终都变成了垫高我王座的基石。现实的商业世界里，从来没有什么天降神兵或者虚无缥缈的魔法。现场司仪激昂的声音在空旷的大厅里回荡： 10、9、8。
我举起红色的包金木锤，陆渊温热的大手附在了我的手背上。我们相视一笑，那是猎手站在食物链顶端时独有的从容。3、2、1，当浑厚悠远的钟声响彻整个证券交易所，背后巨大的电子显示屏上，清柳非遗4个大字瞬间被一片耀眼的红光包围。开盘价如火箭般直冲涨停板，红色的数字疯狂跳动，代表着100亿市值的商业帝国正式拔地而起。闪光灯如白昼般亮起，无数的欢呼声和掌声如海啸般涌来。我站在聚光灯的最中心，看着镜头，脊背挺得笔直，笑容明艳且充满野心。从被扫地出门的弃子到制定规则的行业女王，这场仗我赢了，且赢得漂亮至极。